陛下，逃犯奕涵已经被捉拿归案，且已承认杀人之罪，论罪当斩。陛下，奕涵防卫时错手杀人，治他死罪，甚是不妥。陛下，为自保而错手杀人，只是奕涵一面之词，不知真假。漠北一事非同小可，李广经为一时会合，无故失踪。朕早就叮嘱卫青，此人不可再重用。朕正烦忧前线，你身为御史大夫，理当理清缘由，知道真假再来，否则别来烦朕。请陛下万勿烦心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陛下圣安。朕现在忙着边关战事，不想再谈奕涵一案，皇后不用为他求情了。陛下睿智英明，定有公断，臣妾又怎会妨碍平添陛下的烦恼？只是希望陛下能听臣妾说8个字。说吧。罪不可恕，奕涵该死。你此说可有理据因由？即使奕涵曾现寻水之法，帮助各处郡县找出水源，拯救苍生，可他毕竟杀死残害恩师之人，于法不可容。难道奕涵之功竟抵不上他误杀之罪？不错，纵使奕涵当日解民困、济其语，保帝后之名，免万民迷信，可他毕竟曾经误杀，且百词莫辩而拒捕逃逸，罪不可恕。皇后此言，臣不敢苟同。奕涵赠千金于旱灾孩童，持在善之余，为陛下广撒君恩。纵使他救孤寡、兴义学、举孝廉、建贤臣，助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恩，可他毕竟窃此掩饰身份，欺瞒陛下，绝不可恕。皇后想说的是，纵使奕涵误杀逃亡7镇，可他披荆解困，千金救孤，举贤育才，渐渐勋劳，立下千古奇功吧。陛下，而这一切皆是出自赎罪之心。陛下，人谁无过？奕涵不但知罪悔过，且功在民生，却有功而不自居，只以救助孤寡为己任，这是善莫大焉。臣求陛下饶奕涵一命。奕涵如今所为，事事为善，件件为民，皆为可恕之由。陛下明德，求陛下法外容情，恕改过从善之人不死。陛下，请听臣张汤一言。若所言只是依法治罪，那就免了。难道朕不知道各种道理吗？陛下，前线有急报上奏。说。大将军胜了，骠骑将军大胜，在漠北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好，朕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朕失望。卫青大胜，国之大幸，大汉之幸啊！都是天之所佑，是陛下仁德感天。待他们凯旋，朕要重重赏有功之人。陛下，奕涵一直视大将军为子侄，不单以睿智提点引导，又以食疗养其身体。嘉儿死后，又悉心照顾大将军府上下，让他驰骋沙场无后顾之忧。此一胜战，奕涵亦有功。这么说来，大将军府的婢女家丁都有一份功了。皇子犯法都与草民同罪，奕涵虽有功，但人命关天，加上欺君之死罪，绝不可徇私。功罪不可混而谈之，以罪论之。杀人本该偿命，欺君更是不可容。不过，朕得四海，因承天命。此次汉军大胜，乃天佑我大汉，助我将士。为报天恩，佑我汉室，朕要推恩天下。御史大夫张汤，臣在。为朕传诏：汉军大胜，普天同庆。凡犯罪者，家有孤寡的，赦；误杀误伤的，赦。
自卫杀人的射，案件超过15载，情由难考的射，心有悔意的射，曾住病苦的射。你可记清楚？臣记清楚，一切遵陛下之命。臣妾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参见陛下，皇后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臣与去病，终于不负圣恩，为大汉取胜而归。回来就好。姨母，我与舅父履行承诺，毫发无损的平安归来了。此一役，你二人率师攻将，涉水而破，善于章曲，击左贤王、扶屯头王、韩王及将军、都尉、相国等83人，歼灭对方将士7万多，致使外敌北遁远走。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听封。臣在。朕封你二人为大司马，俸禄相同，从此共同为我大汉开疆拓土，除敌解患。谢陛下洪恩。臣必将竭心尽力，一定誓死杀敌。起来吧。两位大司马，真为大汉之双臂，如今普天下臣服于朕，战马将歇，外患不在，这万世之功，朕必镌刻于石屏上，再书你二人之名，万世称颂。谢陛下圣恩。卫青，朕的封赏还不能解你心中郁结吗？陛下对臣百般称许，臣却心中有愧。作为统帅，竟思虑不周，致使李广老将军不堪受辱而死，致使陛下又损了1员2将。弟弟，舅父，李广将军延误军机，你只是派长史去问话，是按例行事啊。他自感受辱而自尽，这与你有何关啊？可是李将军是因无向导而迷路，他多次行军，理应精于地理，竟因迷路而延误军机，这罪责难脱。当然，他英武一世，却一直有功无爵。其子李敢，在你军中做事如何？勇猛过人，一直代行副将之职。好，李敢杀敌有功，那朕就封他为关内侯，10邑200户。卫青，可有异议？臣代李敢，谢陛下隆恩。进入这传德殿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礼仪。但愿能让你们姐弟稍感宽慰。能见去病和弟弟无虞归来，臣妾最大的心愿已了。姐姐对我千般信任，我怎能言而无信？看着我凯旋而归，姐姐应该欣慰。我们因仇恨而乱心智，没因离情而误苍生。我一介女辈，最在乎的不是这盔甲上洒了多少外敌的鲜血，而是他为我弟弟挡下了多少刀光剑影。姐姐，这巧手日夜劳作，为你绣出了这满载祝福的长寿绣。 ”“”“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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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也终于可以看他卸下盔甲，为他披上你的祝愿了。可嘉儿却看不到了。若无他，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。得他所佑，我卫青才有今天的功绩。嘉儿生前幸福，死时英烈，身后荣耀。而弟弟如今平安归来，他如此一生，已是无憾了。沈家在天之灵，见你功勋盖世，定感欣慰。让开！关内侯，万万不可！大将军正……我不管，我现在要见卫青。关内侯，这……关内侯，前来大将军府所为何事？我是为我父亲而来。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免去先锋，调离阵前，转做护军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迷路途中，未能如期会师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觉愧对李家先祖，愧对军中将士，自刎而去？卫青的确思虑不周，令老将军心生误会。误会？先父的行军路线迂回，又无向导，大漠方向难辨，迷路时期也在情理之中。何以皇上尚未责罚，大将军就派长史羞辱先父？卫青绝无羞辱李将军之心，当时只是想问清真相，以便回奏皇上。以大将军的才智，怎会不知先父一生傲骨，宁死不受小官的质问羞辱？你逼死我父，一句思虑不周就能挡过去吗？确实不能。先父守边数10载，连外敌都尊称一句飞将军，但一直有功无爵。本想争这一仗领功封侯，却全因为你，令他无功反祸罪，还命丧大漠。对于李老将军的死，卫青深感悲痛，亦觉有愧。但这绝非是卫青本意。如今溃汉已驻，我指望与李家放下私怨，同仇敌忾。只是不知如何才能让你消除心中仇怨。下来！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！你可知你这一巴掌足以置你于死地？我李敢既然敢来，我就不怕死。何谓不怕死？不怕死，乃是沙场战士面对10万大敌奋勇之前的气概，并不是用来泄愤逞强的姿态。一在以下犯上，我一再容忍。一是敬重你的父亲一生戎马，为国尽忠；二是念及你心怀丧父之痛，莽撞言行，一切皆源于孝道，并不是本大将军怕你。你随父从军多时，该知以下犯上，藐视军纪，罪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若伤及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，更是悖逆不忠，图谋作乱，不只要斩，还要灭族。李老将军自刎，为的正是不辱门楣荣誉。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竟为一时义气，陷自己于无礼无纪、不忠不孝之恶名。老将军若在世，当作何感想？正如公主所言，你论罪或当灭族，你该如何对得起李家上下？不过，我谅你丧父之痛，此事不再追究，到此为止。你年少气盛，未颜面，不肯言谢。大司马大将军气量大，容得下你。不过，你既已封官内侯，又是李广老将军唯一在世的儿子，应该修德养性，当个不枉你父所教，不枉皇上所封的君侯，在沙场驰骋征战，保我大汉子民，显你李氏威名。若他日再凭血气逞威风，大将军能轻饶你，皇上也绝不会饶恕你。
段叔叔，段叔叔为何在此啊？等候多时，阻止你去找李敢。如此说来，段叔叔是知道我舅父被辱之事了？知道。那还拦我？我今日要让李敢知道，什么叫做官序贵贱。不要以为羞辱了百官之上的大将军，还可以安然无恙。拦你的不是我，是皇后之命。什么？是姨母？姨母，你为何不让我去教训那李敢？姨母，去病又沉不住气了。那李敢到大将军府去撒野，羞辱舅父，如此放肆，我作为他的上级，还要对他心平气和，那就是罔顾军纪呀。去病可知，你舅父为何不依法处置李敢？舅父就是对下属太仁慈，那李敢才会这样。当日，李敢的关内侯的爵位还是舅父向皇上请来的，他竟不知感恩，反而对舅父动手，传了出去，让舅父日后何以立军威啊？没想到这花的根枝都烂了，难怪花朵会枯萎。宫女应是怕水分不够，而不断浇水，谁知却落了根苗，可惜啊！本以为是为他好，可如今看来，竟是害了他。可见凡事都要把握分寸，不能过犹不及。何必拐弯抹角？或许你们认为去病失了分寸，但去病也是战场上带兵的将军。战场凶险，将领若军威不显，下属便不受令，全军会处于险境。更遑论战胜。去病说得对，但你所为到底是想相助舅父，还是想让你舅父失信于将士，军威荡存？你舅父既然已经答应，概不追究，又有平阳公主作证，你现在再去找李敢算账，岂不是让你舅父言而无信？这大将军出尔反尔，何以立军威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大将军说了，到此为止，就服从命令。我只是怕那些将士恃着舅父的仁德而生骄。不过，舅父既然金口已开，我也不能不尊重。且一如姨母所说，如果再这样追究下去，怕让舅父为难，还是算了吧。你说算了就好，但是不要不甘心。你舅父感念李敢丧父，不是纵容，只是体恤。身为统领，有勇有谋固然是胜敌关键，但是有谋无力，甚至权势地位，总有衰落。只有仁德的力量会日积月累，令下属生死相随的奋战，也让皇上与臣民信任维护。我明白了，姨母就别再教训我了。那好，姨母这次就饶了你。多亏段大哥帮忙接他过来，不然去病可能又要闯祸了。是去病懂得看通全局，愿意放下仇怨。段大哥，不如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用膳，我让人再备些好酒好菜。哎，好，这个主意好。我今天就跟段叔叔来个不醉不归，以泄我心中愤恨。那段叔叔就只有奉陪到底了。那我叫人去把大嫂也接过来。她不是定时会进宫给段大哥送东西吗？今天应该在吧？是啊，段叔叔常忙公事，少有回府，反而住在宫里卫所颇多。让叔母这么来回奔波，待会儿你可要好好陪陪叔母啊。应该的。叫。段叔叔，去病敬你。果然是好酒。素闻大嫂煮的一手好菜，今日有幸一尝，果然是甘汁肥浓。
谢皇后夸赞，皇后亲下膳房，就连蒸饼都亲自做，丽姬真心佩服。还不是我这外甥最爱吃我做的蒸饼吗？姨母，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也有段叔叔喜欢吃的烧龟粒吗？对了，土勋已经修好了，就放在卫所。辛苦了。土勋怎么了？之前不慎跌地，裂了条小缝。我见夫君用了多年，十分爱惜，想来是别有意义，选了几个工匠把它给修补好了。段大哥是惜物之人，土勋又是他常用之乐器，定是珍而重之。还好没有伤到上面“平安”2个字，否则段大哥肯定更心疼。原来是那个勋，其实已成老旧之物，若再损坏，就不用再修了。我令工匠再做一个新的来，上面同样也能刻上祝福。原来这勋是皇后送给段大哥的。当年段大哥要远赴西域，想送给大哥佑他平安，最终还是等他回来才送到他手上。姨母，我早有听闻，姨母与段叔叔琴勋合奏，但是去病却无缘听到。不知今日可否有幸能听二位给我们合奏一曲啊？段大哥，不如让明月去卫所把你的土勋拿来。就放在街案上。去吧。诺。只是这古琴，我已许久不曾碰过，或会生疏。久闻大嫂是淮南一绝，倒不如让你们夫妻2人合奏一曲更好。哎，也好也好，让我这个武夫沾着雅兴也行啊。其实我还没有试过与夫君合奏呢。叔母，你们夫妻日夜相随，怎么可能没有合奏过啊？一定是叔母当着我们这些人不好意思演奏罢了。去病，怎可取笑长辈？还是子夫献酌吧。好，转了一圈啊，还是你与姨母合奏。真想不到，飞鸾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次生产很顺利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飞鸾出生的场景，就好像在眼前。如今，已有小马相伴，生老病死，潮起潮落。人生也大概如此吧。花开终有花谢时，花谢终有花开期。一株迟暮，却又一岁枯荣。即便繁花落尽，却仍有无数生命在发芽生长，生生不息。公主，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吧？什么事？我记得当时我们接生了飞鸾，约定与她结为相知，之后起个名字。公主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易经有云。生生之谓义，马之良才谓之俊。俊逸，如何？逸，广以大矣。生命之广，在于不息；生命之大，贵在日新。希望俊逸继承他父亲的品性，温顺矫健。
又胜于他父亲，驰骋于更大更远的领域。生生不息，代代承传。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也一生健康，比我们活得更好。我3个儿子，如今越来越懂事孝顺，每日看着他们成长，真是让人心安。香儿也很孝顺，如今她是我最大的依靠。其实，还要多谢你，当日让我见到飞鸾出生，我才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，我才决定将香儿抚养长大。如今有她相伴，我就不感到孤单了。世间万物都难敌亲情珍贵，公主多去平阳县看看他吧。是啊。上次让姐姐替我办的事，可别忘了。嗯。王夫人，两位妹妹来采花啊！我要是能像妹妹们这么悠闲，那就好了。夫人，你一会儿要去陪皇上晚膳，一会儿还要照顾二皇子，哪有这种闲情啊？还要带着这么重的事物，那就更累了。这是皇上御赐的，我呢也不敢不带呀。那天让我选的时候，我本来也不想选那么多。可皇上一直叫我选，那我只好多选多带了。皇上让你先于其他嫔妃挑选，可见对你用心之深。这确是上天的眷顾，圣恩昌隆嘛。王夫人的头饰真是华丽，不过这种宝物，皇后也一定不少。那是当然，皇上那么疼皇后，只是皇后谦厚，对于赏赐自然不会那么少见多怪。我们这些闲人啊，还是回去晒花做酒吧。王夫人告辞了。妹妹，不要紧。识变是迁，自古有之。皇后现在有再宝贵的东西，也只怕没有心情玩赏了。姐姐是说，魏大将军被李广老将军的儿子打了一巴掌的事。最奇怪的是，皇上若是这么宠爱皇后，怎么连他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，竟没治那人的罪，为魏大将军讨个公道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皇后失宠了？不是说识变是迁，自古有之吗？朝中的这种波谲云诡，也看得出后宫的起跌兴替呢。皇后是善良仁慈，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？就是啊，大将军害死老将，那霍去病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，作威作福，事事作恶，天天耀武扬威的，还打伤我们的弟弟。当时刚进宫，迫于无奈，绑弟认错。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里还疼呢。恶人有恶报，等哪日他威势不在，把这恶人吊起来，狠打一通，才叫快意。恶人就在此，谁要打我？我是恶人，我就在此，你打呀！你们俩每日在后宫无所事事是吗？竟乱生是非，搬弄口舌，重伤朝廷重臣，都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司马，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，您大人要……姐姐，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去病，去病，你醒了。陛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太医令，快来，大司马醒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怎么又突然晕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启禀陛下，大司马因寒邪外侵，一时脉寒缩拳，导致胸壁晕倒。如今脉象已经顺通，再服几副汤药，就无大碍了。那你快去准备，一定要好好调理。诺。
勿需担心，真的没事。我小时候不也常常晕倒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虽说你生来便有着昏厥之症，但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他自小多病，所以取名去病。可惜这病苦于查无病因，名医都说习武强身或有帮助。这些年来跟我和卫青练武骑马，昏厥也有所缓解，怎料现在又突然复发。以前他每次这样晕倒，臣妾都担心他不再醒过来。有一次好久不醒，现在只要回想起来，也还心有余悸呢。姨母，其实你当年是受骗了。以前我晕倒，不知有多少次是假的，因为每次晕后醒过来，我说要吃什么，你都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装晕，骗你的蒸饼吃。哎，这事舅父也是知道的，那时我们经常联手，骗了你好多次呢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我们在关心你身体，你怎么把我扯进来？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羸弱病童了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耍几套拳脚。好。以后要吃蒸饼就跟姨母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晕倒吓唬大家。知道了，去病不怕千军万马，就怕姨母教训。以前是年幼无知，以后不会了。谁会想到，千军万马的统帅，当日为了骗一个蒸饼，装病卖乖。去病装晕，也只是为了一个蒸饼。姨母受骗相信了，也不过是担心一阵，只怕有些人装疯扮傻，要的远不止这些。看来我们的大司马，不是为蒸饼而来，而是另有话说。那天在我晕倒前，我在庭院遇到王夫人和她的姐姐，在说什么魏家失势，皇后失宠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姨母心怀不轨，急于争的远不只是恩宠，还有权位。其实那个王夫人本性不坏，当初选她入宫时，她身无一物，却愿意为家人牺牲。如今看她对皇上、对儿子，也都是真心爱护。仁者见仁，姨母贤德，看谁都是看其善。不过我也有担心，以前的穷困，让她太在乎得失，容易迷失本性，误人误己。尤其是她的个性容易听人教唆。原来这一切，姨母早就了然于心了。当日红儿与巨儿独处时无端受伤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或许也是有人从中作梗吧。我会再仔细查一查，也会找机会与王夫人谈一谈，好好引导她。希望她能保持本性。这些头饰可真够重的，戴得我颈都痛了。刚才在贾美人的店中，把她和瑶姬气得涨红了脸，还是值得。那倒是，当然要让大家看看皇上给我的赏赐。自从霍去病晕倒后，也很少见他进宫了。那个霍去病，看似壮硕，说晕就晕了，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了。现在，皇后她出宫去祭祀皇太后了，这连每日的请安都不用，日子过得可真是又舒心又自在。依我看呢，魏家的强势必定走向衰弱，不然霍家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？看来皇上很快连皇后都不宠了，
皇后才要出宫祭拜，求先祖庇佑皇上留在她身边。皇上不宠皇后了，不就只宠爱你了？那就太好了，姐姐，只要能独得皇上的宠爱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夫人，皇上刚派人来说，今晚在交房殿设宴，请夫人和王三姑娘一同前去，共享王后新进的贡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姐姐，皇上为何不叫我们去飞长殿，或者亲临凤凰殿，而叫我们去交房殿共赏贡品呢？妹妹啊，皇上想与你欢聚，这后宫最富丽、最雅致的殿宇，当属交房殿呀。皇上趁皇后出宫，便召你去交房殿，可见你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，堪比皇后啊！快好好打扮打扮。参见王夫人，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请二位先在交房殿稍歇片刻，享用上贡榛果。皇上2个时辰后就移驾前来。你帮我传话，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，不必担心我，我会在此静候的。诺。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，真是惬意呀。真是好喝，清纯甘甜，果真是上品美酒。如果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，永远守住这份宠爱就好了。妹妹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，必能永守宠爱。你看，你我在这交房殿内，你不俨如这宫殿的主人吗？皇后宝座在这里，与这交房殿的大气交相辉映，以前都可望不可及，今日啊，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。原来宝座如此别致气派，不知坐上去又是如何呢？妹妹，不如试试啊！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，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。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！
擅登后座，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侍坐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这僭越死罪，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抛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二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医治晕眩之症，所以才侍坐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二人拖出去。王桑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陛下，走。陛下。红儿，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朕知道你心有不忍，放心。齐国地势险要，城郭极大，只是临淄城就有10万户，是地大物博的好地方。朕没有亏待他。医风十足，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。想当初，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，其纯其善。可是如今却……仁义得，人心难测。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竟也有僭越之心。若不是去病揭其居心，日后她气焰更盛，后宫就更多事。这是去病向陛下进言。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，得你照顾，他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嫔妃们争宠，本是平常事，但若背着君上，便擅议朝中重臣，而且态度极为嚣张，对皇后语出不敬。听其言，知其心，恐怕日后成为后宫祸患。是否祸患，一试便知。以前是臣妾照顾他，担心他，想不到如今反而是他担心臣妾，急着维护臣妾。而朕更担心的是王爷身边有个只会煽风点火、居心叵测的王桑。陛下远虑的是红儿还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耳濡目染会受王桑影响。王氏姐妹敢觊觎你的后位，就也敢教红儿抢夺太子之位。或许当日红儿受伤，巨儿受疑，也是与王桑有关。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多谢陛下
一直处处为臣妾和菊儿着想。朕身边可信之人越来越少，朕只想好好珍惜你这份真心。你怎么踢个车都诸多花样啊？我呀，我开心嘛。是皇上批准了你的奏折，封了齐王，送走了王夫人吧？我是为了帮姨母扫除后宫大患。这的确大快人心，值得你意气风发。这小子连蹴鞠都跟我较劲。他正值兴头，就让他得意一会儿吧。段大哥，你我联手，看这小子还能得意多久？好。不踢了。怎么，我们一说联手你就怕输啊？不踢了。哎，小子，你不是说谁都不怕吗？我呀，怕我继续踢下去，你们连见车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去偷姨母的蒸饼吃。哎，祛病，祛病，祛病！来人！姨母，姨母，怎么了？吓到你了？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说你，堂堂统帅3军的军侯，竟然如此顽劣，没有规矩。祛病，还不就是想骗个姨母做的蒸饼吃吗？姨母，你笑什么啊？我笑你啊，就为一个蒸饼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是因为姨母做的蒸饼味道独特。那你倒跟姨母说说，什么味道？有种家的味道。一见到蒸饼，就会想到姨母的疼爱。你不觉得姨母平时对你太过唠叨？是有点儿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祛病早就习惯了。况且全天下，也只有姨母一个人会对祛病如此唠叨。祛病倒觉得弥足珍贵了。真没想到，一个面对千军万马都不眨一下眼睛，都不牵情感的豁达司马，竟会说出如此窝心之话。皇后，蒸饼快好了，请去看看。真的，快点拿来呀！别着急，姨母去看看，做好就给你拿过来。这么有趣，他们都玩些什么花样啊？转乾坤、燕归巢、斜插花、风百合，还有旱地石鱼、管子流星、双肩背月，这么厉害啊！下次一定要等朕处理好正事，你们再踢，朕要与他一较高下。好啊，好。祛病，祛病，祛病。哎呀，起来了。哎，由他睡吧。祛病，祛病，皇上来了。祛病，还不快起来向皇上行礼？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陛下圣安。免礼了。他方才装晕骗我，现在啊，该是骗你们了。霍去病，霍大司马，别闹了，一天装2次不腻嘛。快起来，好久没点都来了，正等着你呢。祛病，祛病，醒醒啊！祛病，祛病。祛病，别再跟姨母闹了，快起来，不许再闹了。难道真的晕过去了？
快传太医令！祛病，起来，别再吓唬姨母了。姨母特意做了蒸饼，让你开怀大决。姨母为你做了蒸饼，祛病，你不是要吃姨母的蒸饼吗？你快起来啊！不是才上过了什么镇灵丸、神芝吗？还不快去给朕拿来！诺。还有那个云香，有提神养灵之效，快给朕拿来烧下来！快！诺。祛病，祛病，朕命你起来！皇上下令要你起来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别吓唬姨母好吗？祛病，你快给我起来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如此生猛有劲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当一个勇武有志、谦让仁德的统帅。小时候，我见舅父穿着这身铠甲，指挥着千军万马，威武不凡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今日，钟馗与舅父一同并肩作战，斩杀外敌，我一定要箭无虚发。箭无虚发？我记得我上次凯旋后，你送我这个玉笏就这么说的。舅父，你还记得？你舅父说了，这玉做的笏容易碎，不能上战场。那就平日带着，显显大将军的威武。出征的时候就穿铠甲，我们一起上阵杀敌。好，一起驰骋沙场，保家安邦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一定每日每时每刻为你备上这蒸饼，不让你有任何昏厥的机会，真真假假都不让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出征前告诉你，你是我们大汉最纯真的英雄，心无旁骛，满心装载的，只有平定天下，壮我山河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凯旋而归时，少些教诲，多些称赞。祛病，你年少丰厚，风朗俱煦，姨母自豪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的朝夕安危。你意气飞扬，威震大漠，姨母欣赏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树大招风，飞来横祸。
姨母并非要絮叨，只是太过在意。你说这蒸饼是家的味道，只要你喜欢，姨母就为你做。生即做，死即做，梦你时做，念你时做。盼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一如身处家中。朕陪你一起。陛下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忠心为汉，披肝沥胆，天和泰人竟让他盛年短折。若能让你舒坦些，只当这是天妒英才吧。这段日子，臣妾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全是他精神跳脱、机灵潇洒的样子。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别人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，战功赫赫，必留名万世，此生无憾。臣妾却不得不抱憾，当着他，从来只有责备，没说过几句称许的好话。你责他，骂他，气他，怒他，他却心无芥蒂，足以证明他一直明白你的苦心。你以心待他，遇他如此，他以心待你，视你如母。他虽离去，但这份情谊永在。别再难过了，朕已下旨，命蜀国宣甲兵列队自长安至茂陵，夹道送别其灵柩，并命人将其墓中依祁连山模样铸造，以彰其破外敌、靖边患的战功。去病他一生，不贪慕功名利禄，偏爱边塞的广袤风光。陛下的良苦用心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去病墓中坐落于茂陵一侧，将来也陪在朕的身边，永远是朕最坚强的臂膀。这样让魏氏家族，让大汉子民，让后人都以霍去病为荣。谢陛下。李姬，方才的乐曲，上次你与皇后合奏此曲，见你投入，知你钟爱此曲，所以我就勤加苦练，希望有朝一日亦能跟你合奏。你无需刻意苦练，你弹奏起来别有风韵，只要弹自己喜欢的就好。自从霍大司马去世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你一直郁结难舒。我弹此曲，只希望能让你开怀解忧。好久没弹，都生疏了。没有，让你见笑了。怎么会？弹得很好。立姬自知拙技献丑，怎能与皇后相比？那只是儿时的乡间小曲，皇后只是比较熟悉罢了。
你弹奏起来，别有一番风味啊。我做了一些小食。上次皇后设宴的时候，我们吃过的。可是我试了好多次，都没做好。这次觉得做好了，可以让你尝尝了。你手受伤了？我笨手笨脚的，小点没做好，还割伤了手。那刚才弹琴一定很痛吧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，我不痛。李记，我决定放你离开。我以自己是独子，而你无所出为由。我恳请皇上允许我休妻，皇上也已经批准了。段大哥，不要立姬了吗？我愚笨，我做错了什么惹段大哥生气了吗？我可以改，我什么都可以改。你没有错，你是个好女子，以后也是个好妻子。只可惜，我并非你理想中的好夫君，与其委屈你，挂着断红妻子这么一个虚名，却孤独终老，我情愿尽早还你自由。段大哥，我不委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所挂念，可是李姬不介怀，我愿意一直守在你的身边。我怎能任由你如此刻意迁就？你俯心问一下自己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是不是夫妻情长，姻缘美满？是不是可以与相爱之人，儿孙满堂，有个温暖的家？可你的心愿，我无法让你达成，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幸福的家。我更没有办法给你承诺，我唯一能给你的，只有放你走，让你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以为，如果我能做好，段大哥会接受我的。我没有不接受你，我只是一直视你为妹妹。本来，我心里一直不安，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残忍，对你不公。只是去病之死，让我觉得人生无常，不应蹉跎。而方才依我所见的，我能感到你对我仍有盼望，可这份盼望终是虚无。所以我更肯定我自己的决定是妥当的。李姬，你是个好女子，我真的不能再耽误你。我帮你安排好马车、钱粮和物品，待你整理好行装，便启程。段大哥，段大哥，都收拾好了吗？嗯。马车已在外面，我会派人帮你沿途打点。
真是感谢上天，让我遇见段大哥。你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可惜我不够福分，无缘做段大哥的妻子。是我有负于你。初闻段大哥的决定，我的确很难过。不过，如今已经想通了，知道你全是为了我好。我真心渴望能有一个疼爱我的夫君，我为他生儿育女，执手与之偕老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我知道段大哥心有所属，我真羡慕那位女子能够得到段大哥的真爱。不过有时候你也要像我这般，若无缘续情，放下也许更能幸福。段大哥顺遂圆满，也是丽姬所希望的。不管如何，我都感谢段大哥。若我以后真能找到幸福，也是大哥当日在危急之时救我一命，和今日的妥当安排。你这么好的女子，一定会找到好的归宿，二人相守，自在生活。若我以后真能成婚生子，定会对夫君和孩子们讲，曾经遇到一个段大哥这样的好人。我送你出去吧。参见皇后。皇后，花已经备好了，这些是祈愿皇上万寿无疆，汉室兴盛久安的，还有祈愿段大人能再获良缘的。对了，那为他备了什么花？已经准备了桃花。还有，给陈皇后采了芍药吗？皇后要为她祈愿凤体早育，奴婢怎么会忘记呢？奴婢也另外准备了一些金蕊芍药，稍后送去长蒙宫，以贺她生辰。皇后，陈皇后差人来说想见皇后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福，你身体抱恙，就不要多礼了。来，坐下。你可还好？身子有没有起色？这里有什么缺欠的，就跟我说，我派人给你送过来。谢皇后关怀，这里供奉如昔，并无所缺。至于我这身子，也就如此了。自从母亲撒手而去，我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牵挂了，只想早点随她而去。你怎么能这样想？窦太主有知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萎靡低落。再过2天就是你的生辰，我想送些金蕊芍药来，也添喜气。谢皇后，你待我实在太好，母亲的丧事也多亏了有你，才办得周到体面。母亲死后，除了皇后，再也没有人来看过我，更不要提什么生辰了。想起当年我生辰之日，皇上亲自为我操办，举宫华灯结彩，祖母、母亲为我庆贺，我陈教不可一世，呼风唤雨。可如今你呀，万事想开点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身子调养好。怎么，哪里不适吗？要不要宣御医过来诊治？我这几年喝下的汤药，比吃下的饭食还要多，身子却越发衰弱下去。最近这几日更是。我知道活的时日不多了，只是有一事
如果我不做，我死不瞑目。我只想在死之前再见皇上一面。我希望在最后一个生辰之日，能见一面皇上，向他亲自认错，让他知道我有多想他，念他。皇后，这是我最后的恳求，求皇后把这悔旧书交与皇上。我知道，只有皇后你，才能让皇上了我心愿。不，朕不会如他所愿。陛下，这里面写的都是陈娇对过往的忏悔和对陛下的思念，字字泣血，只为能见陛下一面。这里面就算写着1000个、10000个悔字，又如何？被他们母女害过的人，可以抹去那些悲痛经历吗？朕绝不会见一个千方百计谋算于朕的人，更不要见一个3番4次要加害于你的人。千错万错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臣妾早已淡忘。如今臣妾有相爱的夫君在身边，有可爱的孩子承欢膝下，何其幸运！可陈娇她却有悔恨不能诉，有思念不得见。陈娇的病最近越发严重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你了。一切都是他自作孽。可他毕竟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孙儿，陛下，就算你不想如他所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
不想如他的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作为夫君，朕也想如你所愿，但是作为国君，却绝不可以。你可知他母亲犯过什么滔天大罪？黄桃曾暗中勾结刘安，朕这个姑母，竟然助刘安让枯井出水，你是灾星。为陈乔得自由，连谋权篡位之事都敢做出来，朕让他母女得以受诛，已经是对太皇太后尽孝，仁至义尽了。陛下，子父，望你体谅君心。我先扶你进去吧。